万一哪天回不来了，给家里的花花草草浇点水。地我已经翻了3遍了，种点蔬菜吧。那些花草你也不懂。你觉得？你不在了，我还能住在这儿吗？倒也是。玉良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吗？后悔有什么用？这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吴老师，这祁同伟自杀之后，我想了许多，真的。我这辈子就是对不起你了。好在你还有芳芳陪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可这些年，这些事，我怎么对芳芳交代？慢慢说，捡着说呗。好在芳芳不是当年的中学生了，我估计什么事都能经得住。跟芳芳好好过。等等，把这个带上吧。谢谢了。慧芬，还是你好。高小凤女士，今天我们中央巡视组请你到这儿来，是想向你了解这些年高玉良和你之间的私人交往情况。我们希望你能实事求是，配合我们的调查。我能见见老高吗？我这次来，还没见过他呢。在相关问题查清楚之前，恐怕不能。老高有什么问题？祁同伟和我姐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常年生活在香港，并不在内地，你怎么知道这些跟他没关系？老高对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他从来不允许我参与山水集团的任何生意，包括在香港开设的分公司，他也从来不让我过问，就连挂名都是绝不允许的。情况就是这样，祁同伟就这么走了。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会自杀。
什么会弄成这样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吧。因为祁同伟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你刚才说祁同伟当时并没有向你开枪。是的，祁同伟没想真的杀我。他如果真的想杀我，今天我就不可能站在这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这位老学长和你是惺惺相惜。可能吧。在你们这帮同学里，他最佩服的就是你。他经常跟我提起你，他羡慕，甚至嫉妒你的才华和胆识。面对着你，他下不了手。也许吧。可我觉得，是那首儿歌起了作用。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声音，在祁同伟阴暗的心灵，投上了一缕阳光，唤醒了他的人性，让他的灵魂清零。灵魂清零，这个词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，有新鲜感。高老师，现在祁同伟死了，是不是有些人真的可以安心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，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，一切权利是为了人民。我们要把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，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。高老师，您在电视里说的真好啊！您以人民的名义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有了疑惑。这是您的真心话吗？您的心里是真的装着人命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向您讨教，请您给我解惑。我现在还能教你吗？还是共同探讨吧，啊？也好，我也讲一讲我办案的心得。好啊，也可以让老师警钟长鸣嘛，啊？坐。我觉得呢，贪腐就像是身上绑了定时炸弹，危险。那是，老百姓贪便宜，顶多尴尬一时，被骂几句，以后长记性了，小日子照样过。如果当官的贪便宜，尤其是大官高官，就可能酿成惊天动地的罪孽。所以说，为官者得心正，心正则心安，心安乃平安。向老师讨教就是长知识，老师什么都懂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不懂，怎么做你的老师啊？啊？公生民，廉生威啊！为政清廉，才能取信于民；秉公用权，才能赢得人心。我们为官用权，这心里得有杆秤啊！老高，他是一个为官很谨慎的人，他绝不会，也绝不敢越雷池半步。这些年，我和孩子的生活费，他每年也就是给我们20几万港币。香港的物价这么高，每年20万，很紧张吧？有的时候会，还好我姐的孩子也在我这儿，所以我姐也会给我生活费。那高小琴每年会给你多少？没准儿，有的时候10万20万，有时候30、50万。那也不多呀。不过高小琴也不止每年给你这些生活费。她是不是以2个孩子的名义存下了2亿港币？没有，那绝对没有。那好，咱们还是回刚才的问题，接着说一说你和高玉良的事儿。吴教授啊，你不但是一位大学教授，还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所以面对组织的调查，一定要忠诚老实、实事求是。我知道，田书记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问吧。当官别发财，发财别当官呐。
我们的党员干部对金钱绝不能起贪恋之心。面对我们的亲友，要把握分寸，不能因私情而违背了原则。面对女色，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洁身自好，不能自甘堕落。说的多好啊，不知道生活中是怎么做的呢？有什么话直说。高小凤，怎么回事？这你也知道。若有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梁平，按理说你这个级别的反贪局长还无权调查我，但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好，我先谢谢你了。不用谢。高小凤这事儿，我是既想为，也为了，还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怎么，你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是吧？你太年轻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件事的，都给你备好了。来，看看吧。我和老高是2008年5月在香港注册结的婚，同年8月生了孩子。对不起，田书记。这么多年，我真是没有机会跟别人倾诉这些事儿。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的。对不起啊。我跟高玉良是08年3月离的婚，当时不离都不行了，因为那个高小凤肚子都大了，孩子马上就快生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当时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他的省委副书记别当了，我呢也没脸再上讲台了。所以吴法官，我要特别严厉的批评你，你帮他们隐瞒什么呀？如果不是侯亮平局长及早发现的话，这高小琴就跑了。您看这后果多严重！哎呀，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我答应过你小叶，对他离婚的事情保密。再说了，我们这样做，也是为了你和芳芳着想啊。你说，你们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，我们要是真的把实情说出来，你说，你们多消极呀！您不说，我们就不消极了。您不想想，芳芳为什么这么多年一次都不回来？芳芳早就知道了。这丫头多冰雪聪明啊！有段时间啊，我们两个人在网上聊天，也聊到什么婚姻啊、家庭啊这样的问题，芳芳就显得非常消极。我当时还想呢，这丫头可能是失恋了吧？没想到，坎儿在这儿呢。他爸妈的关系，让芳芳对人性失望透顶。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会以这种方式认识新师娘。高老师，那您和吴老师呢？你是什么都想打听啊？这个问题，我料定了，你会问的。没关系，我今天也可以回答你。
我和你吴老师是离婚不离家，我们毕竟不是普通群众，要考虑到影响。我和你吴老师私下有个约定，等哪天我退休了，就去香港和你新师娘一起过日子。内地的一切，包括房产，都留给吴老师。这个安排不错，缜密。那你说，我有必要掺和祁同伟和高小晴那些烂事儿吗？不掺和就没关系了吗？高老师，您现在和祁同伟实际上就是连襟，这是撇也撇不清的关系啊。又困惑了。所以让老师给我解惑嘛。这个时候就要讲定力、讲原则、讲底线。高老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说这样的话？梁明同学，老师在给你解惑，就等于给你上课，能不能不插嘴啊？好，您说。我就是想不通，你说我小姨为什么不去告那个高玉良呢？告高玉良啊，告他呀！他倒是想告呢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咱们汉东省不都是他赵立春说了算呢？你说你小姨告，你告谁去？你告得赢吗？你说，告不赢。对，怎么不对了？你说，他们俩离婚这么多年，一块过日子，还人前人后的表现恩恩爱爱，这活得跟演戏一样，好演员都做不了啊！哎呀，你小姨这个人呢，哼，让我怎么说她呢？她就是太现实了。就是这俩字儿，我小姨啊，她就是不愿意放弃身为一个领导夫人的特权。好了，吴教授，就这样吧。怎么，教授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田书记，我不知道高玉良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隐瞒离婚的事实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女儿。那个时候，芳芳还小，我想等她长大了再说。没想到，一转眼就过了这么多年。一开始，我心里特别挣扎，但是到最后，我已经变得麻木了。吴教授啊，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。组织上要追究的不是你，是高玉良。你就是个普通党员，所以组织上从来没有要求你汇报自己的私生活情况。但是高玉良不行，并且他的新婚妻子还是香港居民，他就更应该汇报了。我走了。好，对了，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啊，你放心吧，组织上一定会根据事实来处理高玉良的问题。我相信组织。谢谢田书记。再见。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浩浩荡荡，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。期间，有许多人凭着自身的努力，或者说幸运，站在了潮头之上。在潮头之上是风光无限，诱惑无限，也风险无限，就看你如何把握了。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要来得清楚，激昂和困惑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。高老师，您还是那么雄辩，那么慷慨激昂，您真不应该离开汉东大学来当这个官儿啊！您是多么优秀的教授。所以说，要留一份敬畏在心中。看别的可以模糊，但看底线一定要清楚。千万不要跟法律作对，只有这样，无论是做官还是为民，都可以活得踏实，过得安心。您活得踏实，过得安心吗？我感到怀疑。你不用怀疑，老师的所作所为，全都合法。离婚6年，与香港女人再婚6年，还生了个大胖儿子，这么重大的个人事情，居然跟组织隐瞒到现在。李达康离婚
还专门打了个招呼呢。一个省委副书记，眼里就根本没有组织，没有省委。他觉得自己离婚结婚都很正常，所以就有恃无恐。你不是拿着照片跟他谈过话吗？谈过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他考虑考虑再回答我们。可是到现在他也没有回答呀。这有什么可考虑的？事实明摆着。所以啊，如果他有什么话，让他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去说吧。对。最近中央很可能要找我去谈一次。我很幸运，在约谈之前，能有你这么一位反贪局长的学生，陪着我做了一次精彩的预演。高老师，您是在利用我？这不是利用。要想击败老师，就得把功课做好。我预习了，来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。我忘不了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陈海因为没有预习，被你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好学生就是有记性。那既然你已经预习好了，那我就考考你。算是单元小测验？不，是毕业考试。亮明同学，你给我说说，你这位小师娘在你眼里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个进行过人格美容的美女。人格美容，有这个词儿吗？行，你给老师解释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选择题还是必答题？必答题。好，人格美容是我发明的一个新的概念，它的基本定义就是一个人的从前和现在。我去汇龙公司做礼仪小姐，是受过专门的训练，可这个训练不单单是针对我，也不单单针对老高。那个时候，我根本都不知道有老高这个人的存在，更没有想过这辈子我能碰上像他这样的人。但是赵瑞龙和杜总知道，而且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设计的。这不是精心设计的，这是爱情，这是我跟老高之间的爱情，您不会理解的。是，请你冷静一下。既然你说这是爱情，那就请你回顾一下你跟高玉良的爱情。我和老高的爱情开始于大北湖。当年赵月龙的手下把我们姐妹俩从大北湖的湖心岛带走的时候，我们姐妹俩脚上连一双鞋都没有。好，来了，好，完事了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！哎，大哥小哥，这都上岸了，怎么不穿鞋啊你？大哥小哥，这是给你们俩买的鞋子，拿着，哎，来来，来穿上试试看。那个人事经理把我和妹妹带到了旅中，我和妹妹就做了汇龙宾馆的服务员。再然后，赵月龙和那个杜总就先后把我奸污了。4年里，我做了3次人流。
其实当时赵玉龙他们奸污的是我姐。那个时候，他们都分不清楚我跟我姐到底谁是谁，所以每一次，我姐她都冲在前面保护我。后来我就碰到了老高，再后来，我和老高就有了第一次。那也是我的第一次。我还记得当时老高对我说，他说我很难得，说我出淤泥而不染，说我是这浑浊世间的清纯天使。高晓凤真的是出污泥而不染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能够自学明史，对万历15年有如此之深刻的理解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高老师，您错了，您上了别人的套，别的我不知道。这说到明史，谁能谈得过吴老师？您的前妻吴慧芬老师，您对明史的认识和知识，大概也是来自吴老师吧？吴老师老了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嘛。可高晓凤能引领风骚吗？我相信您现在和高晓凤宁可讨论柴米油盐，都不愿讨论明史了。人格美容是美容，美容是要卸妆的。你太武断了。我和高晓凤现在就在谈论诸子百家，她有很多观点是非常新鲜的，比如说对墨家。高老师，您忘了一个事实：赵瑞龙已经开始交代问题了。我让老爷子调走李达康，高玉良还是没有给我批项目的意思，说是要跟新市长商量一下。没办法，我就只能再想别的招了。所以我们就从宾馆招了几个年轻漂亮的服务员进行礼仪培训，说是招礼仪小姐，其实就是公关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套住高玉良。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这个老高的弱点到底是让我给抓着了。合着咱们这高玉良还是个明史爱好者，哈哈，他那办公桌上一直放着黄仁宇那本《万历15年》。你的意思让所有的礼仪小姐都成为明史专家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重点就培养那大高小高就行。嗨，大高就算了，都留了3次了。那就小高，明天你就去那个师范大学找个好的历史教授啊，突击恶补啊，重点万历15年，争取1个月之内让这小高成为明史专家。哼。当官是个高危职，以权谋私不行，还要防着各种诱惑。直接犯罪是犯罪，间接犯罪也是犯罪，诱惑多了，处处是陷阱。所以天上掉馅饼的时候，地上一定有个陷阱等着你。你说的没错，凭空来了什么好处就要提防。但你告诉我，高晓凤只是个好处吗？难道她也是个馅饼？我跟她之间是爱情，这种爱情你大概永远都不会懂。爱情，高老师，您别自欺欺人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承认吧，您是在美女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啊。请你认清一个事实，我跟她已经结婚6年了。是，从内地到香港，同居了12年，不结婚也不行了。从这点看，您对高晓凤还是负责任的。看来我这位学生这功课做得不错，下了大功夫。来上您的课，不下大功夫不行啊。您对您和高晓凤的孩子也是负责的，成立了2亿港币的信托基金，
这2亿港币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姐把所有的坏事、所有的坏人都已经做了，能当的，难道为我担当吗？我知道，因为在他心里，他一直在保护我，他从来不想让我做任何一点违法的事情。这次他突然叫我过来，也没有跟我说是什么事情，就让我假扮他1天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可我知道，在我姐心里，她很清楚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。她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，万一她有什么事情，她让我一定要照顾好她的孩子。所以，他早就给孩子存下了2个亿。也许我说的不够准确，不是存款，而是一笔抚养基金。是信托基金。中纪委的通知到了，可是侯亮平和高玉良还谈着呢。时间差不多了。那好，那我带他们过去了。高老师，我还有些话想对你说。还是老规矩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高老师，您失算了，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以为和高晓凤结婚了，法律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错了，你和高晓凤如果没有结婚，吕州的那套别墅、2亿港币的基金，你还有辩解的余地。现在怎么辩？你的雄辩也改变不了事实啊。12年前，由于你的关系，你现任妻子高晓凤收受了赵瑞龙汇龙公司在吕州500万的一套别墅。6年前，2亿港币的信托基金成立，这是为了你的孩子和祁同伟的孩子共同成立的，出资人是祁同伟的情妇，你的大姨子山水集团的高小琴。别说了，高老师啊，今后无论在哪儿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昔日在法学课上那个给我启蒙的老师，那个一身正气、热情洋溢的高老师。梁平同学，我大概也不会忘记，我曾经有过一位让我值得骄傲的学生。谢谢了。夏哥，
哎呀，亮平啊，吴老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领导找我谈话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我送你吧。也好。达摩克里斯的剑终于落下了，现在反而心安了。高老师忧心过吗？他刚才给我上最后一课，还很镇定的。他是色厉内荏，祁同伟出事之后，他惶惶不可终日，大会小会都去露个脸儿，就想告诉别人他没事。他把工作排得满满的，晚上回到家，还在花园里挖地，一挖一夜的。他是怕闲下来，就要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人呐，旦夕祸福，他怎么能想到有今天呢？我看着，心里也挺酸的。吴老师，问您个私人的问题。您怎么就能接受这样的生活？只是为了芳芳吗？这说不过去吧？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，太复杂了，说不清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就是芳芳的优秀，是我这些年最大的心理安慰和执着。啊，还有。高小凤的事儿，您可以找组织反映的。反映什么呀？没有高小凤，还有李小凤、王小凤、张小凤。平心而论呢，一开始，你高老师也是拒腐蚀永不沾的，但是社会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哎，后来我也想通了，我终究是拼不过那一茬茬小姑娘的，于是我就听天由命了。可是就这样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合适吗？好吗？不在一个屋檐下，不就更不好了吗？我知道我的这种情况没有人能理解，但是有一句话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也许我们两个互为需要吧。他有需要我的东西，我也需要他的权利和地位带给我的荣耀和便利。还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我不想让人看我的笑话，半点都不想。吴老师，您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